这一年吧，他可来叨，不管错的对的吧，他是一门就叨叨，儿子都听都讲过来了。这么多年了，跟着他就没享受过福。他还败家，这一年把家里钱全给办光了，到现在家还租着房住呢。他老爱喝酒，大半夜回来，脾气还大得不行，在外人面前从来不给我面子，我真跟他过不下去了。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李先生，60岁，来自黑龙江，退休，有请李先生。女嘉宾陈女士，58岁，来自黑龙江，退休。来，有请陈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儿是您要来的是吧？不想跟他过了，因为前几年我们买台车，这台车是装木材的车，吊车啊，这个车是汽油车，然后人家也买的是这个吊车，也是汽油车，但是人家呢都换上柴油机器了，柴油既省钱还又省力，很有劲。汽油车它没有劲，所以我跟他商量，咱们这车速也给换下来，换到柴油机器，是不是？我这不我不想换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汽油的有味儿，你有味儿，这柴油的呢味儿更大，本身我体力闻那个味儿就受不了。再说你还耽误生产，得换一回机器就得换多少天，我就不想换。你闻不了这个味儿，伤害你的身体。那你喝酒抽烟，你不怕伤身体吗？另外，你说你怕耽误生产，你想想，咱们这个吊车是用汽油，到山上就装几车就回来了，修车，3番5次的，每天都能赔100多块钱。所以我就说，把这机器咱换成柴油机器吧。我就怕耽误事儿嘛。我就跟他商量，他就是不听。体力有味儿吗？就没换吗？另外，山上车坏了，你下山去买件儿，中途你喝酒。我喝酒不是没耽误事儿吗？我喝酒不件儿不也送上去了吗？喝酒回家晚上你一头栽着睡觉，半夜1点多钟，山上工人打电话说买件儿怎么还没上来呀？我们在这等着修车呢。这个如果修上车，明天就上不了班了。你说你脑袋是灌水了？那我耽误也没耽误事儿，不把件儿也都送上去了吗？你送上去了是怎么送的？人家半夜给你打电话，然后我这都把你推醒了，你去送去了。你半夜上山去送件，我在家担不担心？最凶兄弟，你这功劲你还没太醒酒，你上山掉了坑里，摔得你鼻青脸肿，脸也卡破了，牙也卡坏了，手也戳折了，是不是那么事儿？然后这没耽误生产了。不耽误生产吗？你想想，你在家的时候，你回来家之后你就上不去了，手指头折了，牙也坏了，脸也破了，大冬天的怕冻坏了。你在家1周你没上班，在家遥控指挥，你在家遥控指挥能和那个在现场指挥一样吗？工人怎么给你干活？咱们投资钱，你这没赚利，只有盈利。陈厂长，咱工厂的大会就开到这儿吧啊。就算李师傅他有什么错误也差不多了，我们也听明白了。就是首先说了一下关于这个家庭工厂的这个经营出现了问题，应该是把汽油车换成柴油车，对，这样您觉得能够最大的收回成本，这是其一，对吧？其二，嫌咱这李师傅在整个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没有亲力亲为，经常去喝酒，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耽误生产的这样的举动，所以您很不满意。对，还有呢哈，他一点也不给我面子，因为我从小的朋友在一起上学，我们都有孩子了，孩子的孩子，这个朋友领着孩子到我家来，一直没过来过。然后这回来了之后，我们俩就聊天聊的时间长一些。他是下班了。我下班回来，我一看你，饭也没做。我下班冬天挺冷，又冷又饿的。他回来饭也没给我做，菜也没炒，进屋还小孩闹哄，能不生气吗？这30多年我跟你过日子，哪天没给你做饭？我就是有点小病的时候，我也没说耽误你吃饭呢。你进家就是吃现成的饭，就今天你就不愿意。狼了你那个臭脸，然后一点面子也不给我。你整的菜可咸了。因为你给我那个脸子看，我这功劲心根本没在炒菜上，守着我朋友摔了筷子摔了碗，你说我得是啥心情？还有，他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哦。有一次我有病了，
然后在炕上躺着，看我没给他做饭，然后拽门就走了。人那我知道，找地喝酒我看你，了。我寻思你睡觉呢，你在这睡觉呢，我就找地方就喝酒去了呗。那我哪知道你有病啊？当时为啥你不问一下我呢？稍微伺候你差一点，你就不愿意。后来我家小外孙一看我挺难受的，就去找他姥爷去了。他知道在哪儿喝酒。你说的啥？跟孩子？我等会儿我还没喝完呢，有。是，他还没喝完呢。然后说吃完饭喝完酒我再回去，没事的。这时孩子哭咧咧回去，正好有一个大夫跟我们家附近，正好碰到我小外孙，问外孙说怎么了？我老有病了，他就来了。我家有体温表，之后给我试一下，体温显示到顶了，已经就是我那时候已经昏迷状态。大夫上医院取了一颗安宫丸给我吃了，退了烧，但是也没完全退烧。那时候我还是在昏迷状态。这功劲，我小外孙呢又去找他，他还是在说什那不我么？回来了吗？那不，你还是说，后来你最后你是喝完酒吃完饭你回来的。你回来之后，到家了，大夫看到他之后，他就交代他说，我给他输上液了，你看着点儿，这还有2瓶给他换下来。人家走了之后，他一头在那儿喝多了，一头在那儿就睡着了。喝多了，那药也给你看不了了。不，你为什么喝多了？你明知道我孩子这，你让我插一句行吗？可以。他为什么喝多了不是重点，不知道老婆生病吗？当时通知不是都通知您了吗？不是通知您去了吗？小外孙。是啊。那你怎么还不回去呢？我寻思跟朋友在一起。那行，那老婆不都烧的不行了吗？你没心呐？哎，大哥，我就寻思这好喝酒嘛，多喝，再喝完酒再回去吧。你真那么大心呐？不怕他出个什么事儿啊？因为如果按他的描述说上牛黄安宫的话，这就很厉害了。那是救命药啊！我没寻思这么严重啊，我没寻思这么严重的。那过去您是不是一直就这样？其实他死活跟您没关系。是的，我就是跟他过不下去了，他从来不体贴我。他，你的错误还是小啊，还少啊？干工作就头10多年，你说我挣个10多万块钱，他那个朋友，叫他这头股10几万块钱，到现在也找不着人了。你说10多块钱以前买个房子，还是那个啥，还旅游，存银行多好。就最近的半年，他又想跟人合伙整超事儿。是，我又投资。以前10来年之前，公婆在我家，我伺候着，有老的有小的，根本就出不去。我也想出去干点活，我也想为你分担一些。所以呢，一个朋友开店，跟我商量说不用你干，你就投资入股吧，分红。我说可以呀，我是把钱都投进去了。没想到这个朋友把我坑了。走了也没告诉我们，到现在也没联系上。容易吗？那头10来年，就10好几万块钱就没了，现在人都看不着，都找不着了。但是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呀。第2次，老人不在了，然后呢，我也闲下来了，所以我就又找个朋友开了个店，现在卖日用品，卖这些东西，现在也就半年多。谁家一口能吃个胖子，是不是啊？不是你现在见着钱了吗？现在1分钱也没见着。是的，没见着。投资。是的，没见着钱。我投资之后，我铺店，我得装修，再说我还得租房钱。我这半年有点效益，盈利了点，但是这个钱必须得先还给人家呀。你现在你就是着急了，成天用这事给我吵，成天用这事给我吵，吵得我实在没办法了。我也想，我不想跟你再过下去了。你不会吵，就这些年了，30多年挣的钱，现在你2把都给投，要你房也买不了，旅游也做不了，存在银行干啥不行啊的？你这一整，你能挣着钱了吗？行，我问一句啊，投资这个超市是你们夫妻俩共同商量的吗？他没跟我商量，他这整的啥他也不跟我商量，他就自己就是干啥。您家的钱谁管啊？他管。所以现在您心里也不痛快是吧？不痛快啊！觉得干了一辈子我什么都没有。30多年了，现在啥也没有。现在就买菜的钱都不充裕啊！您心里也不痛快是吧？我也不痛快。现在人家看看都家过得都那么好，都那么幸福，我现在都啥样了？过得我也想过个幸福生活。不是，您怎么知道人家家过得幸福，您不幸福？是怎么比较出来的呢？我们同学在一起有个朋友圈，人家都显摆。我一看人家，我给他看说我不看，我就这样，他就这么说，所以
想看来是我明白没救了。其实您心里是不是也有气？我就有气。要10多年前你不投资失误，咱也买房了，是这意思吧？也买房了，人都溜达了，人那个干啥了？现在要是这次超市你不一意孤行，对不对？现在整啥也没有啊，整个空空的。所以您心里也一肚子气。我也一肚子气啊。您对她的气是说，你看你这个女人败家，是这意思吧？对，把钱都给我败了。照顾家还行，照顾家照顾老人了，孩子都行，都挺好。就这一件事，我就他很贤惠，但是理财无方，是这意思吧？对。所以其实说白了是，这个家庭现在因为经济的问题，对吧？是的，是的。投资方向的问题，扯出了30多年来夫妻情感当中那点事儿，是这意思吧？是的。等于大哥的缺点是大男子主义，对，不做家务，对您不够关心和体贴，是这意思吧？爱喝酒，还爱喝酒，这个您认吗？对，我认，我您承认，好喝酒，对吧？喝干啥？然后他还有其他的这个坏心眼什么的吗？花肠子什么的有吗？没有。啊，就除了这个还是一心向家。就这一点，我现在还继续跟他过着。所以说，您看您对婚姻的要求其实也很低，是吧？他就自己好什么？在家里相对本分，但是不知疼人，是吧？对。所以这日子过不下去啊！你们看看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郭红秀，我们今天看似大姐非常的强势，像机关枪一样的倾诉指责，我还是能够理解她。她发烧都已经昏迷了，你还在外面喝酒，不去照顾她，这一点你还不如你的小外孙呢。她不但发烧烧透了，同时心也凉透了。晚年2个人就是老伴，大家伴在一起。到了这一个年龄，我们人生到了这个历程，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能够看开的。我们只有知足才能满足。所以，爱情对老年夫妻来说就是相互依赖。如果你们2个人能记住这一句话，这么去做，很多的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谢谢你。好，谢谢包红兄。来，莎娜老师，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10几年前10几万，李女士，您一点都没跟丈夫商量过这个事儿吗？我投进去的时候他不知道，但是我也后期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他也不算太反对。先斩后奏，我先投进去了，然后才告诉他的。是的。接下来说陈先生，您一直有心结，这心结没打开，您整个后面的日子都感觉是在报复度日啊，您觉得值吗？我们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找到去弥补这个错误的方法，才是正确的生活的观念，对不对？对。好吧，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好，谢谢莎娜老师。来，徐总，心结是假的吧？逃避责任才是真。我们说说，如果说你在家庭责任这块不缺位的话，怎么可能你的老婆投资不跟你说呢？再说了，几年前的第一次投资，不是没有跟你说，的确，是投之后说的。如果那会儿你站出来说不行，有风险，撤回来，不至于损失那么大吧？你说了吗？你是没有说撤回来，你也想这一笔投资能赚回来，对不对？所以说当时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那为什么2个人共同决定的事情，虽然是有先后，但是达成了一致，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卸给另一方？哎呀，为什么？说的太好了，就那么事儿。第二，超市投资成与败现在还没有定论。超市是一个实体，和第一次投资是不一样的。实体是要有一定的投入周期、回报周期的，对不对？对。没有失败啊，为什么这次也要怪在你老婆头上呢？那我超市半年没有什么收入是真，但是你又做了什么？你在运营上你去帮助去推广了吗？你帮助送货了吗？你帮助运营了吗？你的责任在哪里？你还千万别插手。为什么？你那个装车生意赔了吧？因为明明汽油、柴油哪个成本高，你不懂啊。好不容易下山去买件儿，结果怎么样？凌晨1点钟，工人在山上说件儿怎么还没到？你在干嘛？喝酒之后的呼呼大睡啊。如果说超市由你来做运营，如果说你们家投资由你来定的话，赔的比这惨得多呀。老婆重病如此，你居然还有心思去喝酒？
请问你在这个家庭里，你有什么话语权呀？你有什么资格去说这是你的错？请你不要这么理直气壮地去责备他好吗？你要补偿他的太多了，就从这次帮助他一起做好这个超市开始好不好？尽一点自己丈夫的责任，尽一点这个家庭的担当的男人的责任，好不好？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来，涂老师。说白了就是能同甘却不能共苦嘛。一个贤惠的女人，辛劳地对待家庭，面对一个无能的丈夫，犯了一次投机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她的初衷是要让日子过得更红火的。而一个男人宁愿喝酒也不管自己妻子的死活，这本身是不可原谅的。其实说白了，如果这次投资是成功的，会怎么样？所以说，生活当中最恨的就是那些可以分享胜利果实，却不可以共苦，只会落井下石的人。这种人在家庭发生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他们畏缩不前，不敢拿主意，但是在失败之后却大放厥词，说这个不行，说那个无能，而自己又无力去改变婚姻的命运，甚至没有勇于去承担错误的能力。要知道那一次投资失败，我相信大姐本身也是诚惶诚恐的，拿着家里的钱，最后分文无归，她心里更痛苦。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如果无能也就算了，如果能够安慰她，告诉他还有我，那多多少少你还是有你自己的价值，但是你却一直来惩罚他，揪着这件事情不放，这样的男人跟着他还有什么希望？但是大姐，你最大的问题就像这次投机错误是一样的，当你要做出一次冒险的尝试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的同伴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找合伙人是一样的。如果合伙人是支持你的，或者是明事理的，或者是愿意和你共担的，你是可以拿这个主意的。但如果你明明知道你的合伙人是这样一个不能够勇于承担，跟你共同去分担失败，只会说风凉话的人，你就不应该这样去做。你笨就笨在没有看清楚你同伴的面貌，你缺乏看清形势的能力。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别人家都很幸福，而我这样我要离婚，你怎么知道别人家就很幸福？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太过于片面，所以才会导致你看错那个给你商机的人。我支持你离开他，虽然30多年，但是还有将来的日子，也可以把握住自己的每一分的幸福，但你必须得擦亮眼睛才行，好吗？大姐，祝你幸福。好，谢谢涂老师。谢谢。这夫妻两口子其实都算是弄潮儿，一种弄潮儿是站在潮头，一种弄潮儿是没弄在潮头，反而到了谷底。大概这夫妻两口子就属于到谷底的那部分弄潮儿，我理解对吧？对。我觉得对这段情感最大的伤害，就是那次大姐生病，那是在大姐的心里落了个钉子。人命关天，我是觉得人命关天是我听到那个药的药名，那是治脑梗的时候救命药，那续命药。我就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糊涂，我都要没命了，你还在那儿喝酒。是的。所以大哥，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其实在感情上你是欠了债了。所以大哥你自己判断，就是你觉得我是从此以后，我对妻子好，我们重新开始迎接未来，像曲总说的那样，我是帮他经营也好，还是照顾好他也好，还是说带着愧疚还他一个清静的环境，你也别烦人家了，看着你就疼，你主动走开。所以你们自己去考虑到底怎么面对，好吗？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媳妇儿，我那个往后你酒烟我记得，咱们还得继续过吧。我往后我改。你这样的话，不只说一回，
多回了。这次我是说的是算数。那我也再考虑考虑我的幸福，后半生怎么安排？是我那做的也不对，你发烧我也还喝酒，往后我都改，酒也不喝了，也不喝酒。你这样向我道歉不止一回，下次还是这样，我还是再考虑。好，谢谢两位，来，请回，请回，请回，请关门。我就看他们这个，我就在想，哎呀，跌倒了你重来嘛。但是当你60岁的时候，当你前面20、30年付出了很多努力，积蓄的那么点东西，突然一夜之间被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投出的时候，你会惶恐吗？你还有勇气再站起来面对生活吗？所以现实又很难。4位老师其实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在帮助他们去思考，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节目不是给人方法的，这个节目是提供一些思考维度的，希望大家换个角度去思考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也许解决的方式就会不一样。看看这对夫妻是如何解这道生活难题的，请开门。主动点吧，对大姐好点吧。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将获得由伊贝诗提供的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24小时保湿，实时透水嫩。保卫爱情，呵护那几天。成功牵手的嘉宾将获得由古方红糖提供的爱情保卫战那几天呵护礼盒1份。大哥，能回家好好的对大姐吗？能。真的吗？真的。大姐再给她一次机会好不好？同舟共济吧，来，好好过日子啊！加油吧，请回。